到艺术家在别处第7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画家汪娜。大家好，我是汪娜，这是我的 C 大小狗狗 C 大。Science with music. Ready. 1, 2, 3. 我11年就来法国了。当时是为啥会想来呢？我一直打算出国嘛，因为学艺术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到欧洲来看看，欧洲啊、英国啊、美国啊、法国。那个时候不想学英语，想学个小语种，我就学了一个法语。我高中毕业就学了法语，从小就觉得要当画家。是因为家里是因为家里人就是没有从事美术，没有天然的就是对艺术，天然的就只是从小喜欢画画，然后你小时候画的时候呢，人家就会表扬你，就会有虚荣心。很原始，非常淳朴，从小就是从这样的时候开始的。对，然后就觉得对，画画挺好的。就是为啥会选法国？因为其实欧洲还有其他国家，其实比如说意大利啊，也绘画也很出名。因为家旁边是成都法盟，我散步的时候走到那儿，我妈说你要不要学法语？我说好啊，学。这么巧？对，其实那个时候根本不太知道的，我对法国也没有那么了解，我没有对法国有什么憧憬，单纯就离家很近。如果我家旁边是歌德学院，应该也就学德语了吧。现在看到的很多都还是风景啊、自然中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自然的元素。还有一些在自然中发生的，比如说一些狗啊、一些动物啊，这些就是我的日常。就这么多年以来，就是你的绘画的主题表现的这些主体，它都是跟自然跟这些动物有关的吗？还是说它其实是有一个都是就没有发生过转变？没有转变，因为我就不画人嘛。为啥不画人？因为你要画人的话，就是你必须要对这个人要特别去了解他呀，或者怎么样，你才能画出那个人的那个感觉。可是我觉得自然，因为我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就带着我的狗到处走走看看，基本上是远离人群的一个状态嘛。所以然后再加上我喜欢绘画中那种比较自然而然的出来的一些东西，一些抽象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以自然当中的那些元素，对我来说会比较，就是更直接，可以让我画出来。你会把你自己的画定义成比较偏向于具象，还是偏向于抽象？我觉得两个都有。两个都有是吧？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是，但是抽象东西也是有从具象来的嘛。我一开始在学校的时候画的比较抽象，但有时候会觉得那个东西没有到一个叫什么东呢实处的点吧。就是画不够深入，所以后来我有回到去画一些比较具象的东西，然后再从那个里面找到我想要的一些东西吧。你的画就是大部分时候都是比如说是根据你看过的照片或者什么来的，还是说你会就一个实景直接进行写生打稿？一般来说都是我是自己出去，比如说走到哪里我就可能拍一些东西啊。然后我基本上现在没有在外面画，偶尔会有，比如说有时候驻留的时候会在外面画，但是一般来说还是通过相机，我拍了以后，然后我回来我会画在我的本子上，画稿子，然后再把它画挪到这个大的画布上。对，你作为一名艺术家，就是你对于这个职业或者说对于这样的一种存在，你是怎么理解它的？对于你来说？因为我一直都是靠画画然后做艺术，所以我也没有觉得一定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我只是每天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在教小朋友，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艺术史里面的东西，我也很喜欢去看各种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他们的这些作品，我通过我去教小朋友，我把我感受到的东西，我学到的东西，我也通过我的方式去讲给他们。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有意义嘛，很有趣。那画画也是，比如说我看到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我当下的什么样心情，我就把它画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可以传达出我内心的一些想法的一个方法。然后作为艺术家这个职业的话，
当然做艺术家是要靠卖画，然后前几年我也确实是靠卖画就是活下来这样。那这个只是一个已经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对，就是可以靠自己的画能够生存。比如说你身后这幅画，你觉得它现在已经完成了吗？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对于画家来说，讨论到很多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画家什么时候决定自己这幅画是完成了，对吧？对对对，其实你要说要再有一些细节，还是可以再去画的，但是因为这幅画画了挺久的了，我不想画了。纯粹就是不想画了，是吧？对，我觉得这样也可以，但是你要我再画也是可以再加一点点，特别是画大画，因为画大画你没有办法小画，就是你能一下控制好整体。那大画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处理完这一块，你突然可能会觉得你前天做的那一块又不够好，你又一直反反复复的，就是但可能别人外人看不出来，但是在我画的时候，我会有这种反反复复的过程。但是对我来说，我肯定也会觉得，还是要稍微就是控制一下，有时候还是要放一下。OK， 比如现在这张我就放一下，有可能哪天我觉得哪里要再稍微加一点，我就再加。很多你的作品其实是在呈现水这个东西的各种各样的形态哈，可能有是已经大自然中水，有些可能已经是一种被转化掉的水。就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云啊水啊这都是无形的东西嘛，就是比较它会变化。画画其实就是这种过程，它会在变化当中去变嘛，就去画嘛，去完成，就是形成一个那个画面。所以我很喜欢去画水啊云啊，或者是被风吹动的树啊草啊，就这种东西。我不喜欢画具体的一个东西，我喜欢画的是那种动态。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比如说从你毕业，从最早小时候开始热爱画画，然后到进入学校，然后再到现在持续的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嘛，其实就是你这个中间这个过程，你觉得你的心路历程有没有什么转变，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认为我自己还是比较踏实，一步一步来的。就可能以前小的时候，特别是刚从美院毕业，从川美毕业那个时候，20岁出头来法国，可能你会什么东西都想要去看看学一学，什么就是很新的呀，当代的东西啊都会去试一下。然后呢，慢慢在这么我来法国10几年了，然后一步一步会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然后会更加踏实的去慢慢做嘛。我的心态没有太多的那种起伏的变化，就是慢慢来，肯定中间过程会有，比如说你画不好的时候，你一定会还是很痛苦的，然后在那纠结到底要怎么弄啊，怎么样？有一段时间会比较的焦虑，比较会觉得压力很大呀，因为你会看到，比如说你的同龄的人呢，或者比你小的人呢，他们有的已经做出来，但是我还没有的时候，那你一定会焦虑的。但是现在我不会，现在不会了。现在就是这种东西是很正常的一个情感，你也要去面对它。那现在我就是更能面对我自己的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这都很正常的。那你当时就是有那种焦虑和压力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克服这个东西？就刚毕业，就是可能是刚毕业那几年，你会觉得天哪，一定要就是要做出点什么东西，然后但是在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是你的能力有限的时候，没有做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还没做出来，就开始很自责啊，想给自己压力呀什么的。但这个也很重要啊，你不给自己压力，你也不会有之后再做，对吧？你也不可能躺平。是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就是就是艺术家，其实很多人会提到这个问题哈，就是那艺术家你都养不活自己，你怎么还要去做艺术？就这个是很偏激的一个观点。当然了，就是你必须要养活自己啊，你不可能不养活自己啊。就不管靠什么样的方法，你不管靠什么样的方法都要养活自己啊，不然你拿家里的钱呢，你做的不心安理得。你如果心安理得也可以啊，如果你有人养你，当然可以啊。那没有人养你就自己去挣啊。是的，因为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害怕这个事情。但是你必须要解决这件事情，不是说什么我就是为了艺术，我可以不管这些，那不可能。你作为社会上的人，你一定要养得活自己啊，是吧？你会觉得就是这种类型，比如说去忧虑说我去走艺术家道路，但是我可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很好的一直持续的养活自己，从经济上来讲，这样的困扰，你觉得是所有人都有吗？当然了，这个一定会有的呀。就是没有钱的时候就去挣钱，因为你的人生
还很长，你不是说一定就要现在去把你的艺术就可以去卖。这个东西就是你可能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非常做了很好的作品就卖了，你就成功了。但如果你这个东西你还没做出来的之前的这段时间怎么办呢？你不可能就等着这个时候出来呀。这个是其实是我觉得其实大家讨论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现在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是20几岁的时候会讨论很多，我现在已经30几了，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个问题了，就是你得要找到这个工作和你做艺术的这个平衡。就你也不可能完全把所有时间，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艺术，你想画画，那我一定会有这个时间来做，不可能说我1周7天都去挣钱，我都去打工，那也会消耗你，你得要保持个平衡。你对你现在生活状态，你觉得感觉如何？还行啊，还行。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吧，就是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在做自己的事情。虽然我这个自己的事情现在就是经济上面还没有特别的可以给我特别多东西，但我觉得我的状态是很好的。最早是20几岁刚来的时候，看到所有艺术家的原作，我都很冲击。每一个人都哐哐。对，因为来到法国那个时候，特别是我们那个年代，就你们现在年轻的就还好了，现在国内已经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到真作了。可是像我那个时候07年我进川美，我们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很多进口的书，你知道吗？就进口那种画册都很少。我们学校有一家进口的书店，里面卖都是盗版的进口书，就是从那个地方去吸收国外的那些艺术知识的。所以我从我那个时候我出来11年到法国来的时候，看什么都很新鲜，都很冲击。在印刷品上你是看不到那些细节的嘛。是的，是的。那我来了这儿，我就觉得能够看到这些所有的艺术家的原作，就是已经就很冲击了。对，去看人家用笔。所以对艺术家来说，其实眼界，你觉得它是比技法更重要的一种东西？当然啊，当然，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去多看。是的，我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没有见过是想象不出来的。你们不可能自己闭着在那画自己的东西啊。那你现在画画的，就是做艺术家，你会经常跟其他的作画的一起交流吗？还是说还是大部分时候其实是你自己画比较多一点？现在大部分是我自己在画，交流的话可能最近几年跟画画的朋友，我可能都没有在交流画画的东西。交流会有吧？对，交流一些生活上的东西，但是还是会有啦。可能在学校的时候交流的比较多。我感觉这样交流还是很宝贵，对艺术家创作来说。是的呀，是的。他可能不一定多中肯，但是这种来来往往的，这个是在你上学时候一定绝对是最宝贵的东西。现在也是，现在我跟我玩的好的也都是以前学校的同学，大家还是会聊就是还是会互相看的。但是因为现在毕竟你自己画的东西，你越来越坚定自己要画什么了，你也不会太被别人左右了，你知道吗？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会更容易就是听别人的一些意见。对对对，我觉得坚定自己是很重要的。对。你现在是30到40岁之间，那你对20到30岁之间这些艺术家，你会有什么建议？不要心急，慢慢来。真的。非常好的建议，非常真的不要急。因为好，这个可以掐了说。因为我主要觉得现在我看一下，有时候小红书上那种国内的年轻的艺术家，他们学的迹象太明显。其实他们学对时，你会觉得OK， 这个效果很炫很酷，但是你那是学的别人的呀，很多还是你会感觉到他们是很明显，就很明显在模仿是吧？对，当然你一开始是可以模仿，但是所以我说那个艺术不是一下子就能从哪儿就是可以学来的嘛，这个你得慢慢要走出你自己的路嘛。就是你会有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会一下就会有的，所以也放心，也不要真的不要着急，就是其实要对自己有信心。对，要对自己有信心的。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很稀缺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是特别是有些美院的，他们技术是很好，但是他们会画得出，比如说他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他就去画那个效果什么的，他是可以画，但是你要在这个里面找到自己。在能够走得更深入一点的话，还是需要时间去做的，不是说一下你把这个能够做出来就做出来，就慢慢做着做着就会有你自己的东西出来的，真的。
就一定要坚持，然后继续做下去，然后就会有都不用说什么坚持你就做呗，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你就是坚持是件多么痛苦的，就是你自然而然它慢慢就出来了。你饿了，是的，你饿了，你自然就会去吃饭。是的，你要画画你就去画呗。就每个人的能力有限，你首先要先认清你自己的能力在哪儿，然后你根据你自己的来，这样你就会心态上会没有那么的焦虑。